2015年，韩国 KBS 播出了纪录片《东方他者中国》，该片汇总了数千名韩国民众对中国或褒或贬的评价。令人大跌眼镜的是，75个百分比的韩国民众称自己讨厌中国，威胁、窃贼、落后构成了他们心中的中国印象。该片在韩国播出之后突破了15个百分比的收视率，远超过一般纪录片平均5个百分比的收视率。如此大规模的传播引发了中国网友的很大不满。事实上，日本 NHK 和英国 BBC 都曾组织过街头采访，询问民众对于中国的态度与印象。正在崛起的大国，值得注意的对手，中国奇迹、东方巨龙等正面评价是英国人和日本人口中的常见词。这不难让我们提出质疑，韩国人究竟讨厌中国什么？是什么原因使得韩国人如此讨厌中国呢？由于中朝关系与韩美关系的交织，导致中国与韩国在1992年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尽管从整体上看，中韩两国是友好互惠的，但是过程中的曲折和波澜成为了《东方他者中国》纪录片中韩国人讨厌并抨击中国的突破口。在纪录片开头，大量的韩国人将自己讨厌中国的原因归咎为中国产品的价格优势。金正焕是韩国媒体《东亚日报》的记者，出现在纪录片中的他以一篇题为《如果中国大米向我们涌来》的社论，将中国产品批评的一无是处。他在文中说道，我讨厌中国，讨厌他们的策略，因为中国大米具有价格优势。如果国家长期大量的进口中国大米，将对本国农民带来巨大的打击，不仅不能解决粮食需求的根本问题，还会形成不能自给自足的恶性循环。同样的，讨厌理由在纪录片中不止一次的被提出。韩国农民李正泰大声地对着镜头喊道，中国产农水产品的进口价格比我们的批发价便宜了1/10以上，因此正以很快的速度占领我们韩国人的餐桌。以金正焕和李正泰为代表的韩国人将中国视为一个以低价换市场的掠夺者形象，因此他们讨厌中国。而有的韩国人则认为中国企业进驻韩国侵蚀了本国产业。现代集团的高管郑采恩在采访中表示，相较于印度，中国才是更令人讨厌的那一个。他认为，如果中国咳嗽，韩国就会患流感。韩国对中国的出口依赖度高达25个百分比，把命运寄托在中国身上的滋味并不好受。郑采恩甚至预测印度的 GDP 将在16年之后超过中国，称印度将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萨德事件发生后，现代汽车的中国生产线中断运行，中国访韩游客下降34个百分比。乐天玛特撤出了中国，损失惨重的韩国经济果然患上了流感，而中国经济依旧健硕。郑采恩采用报复、厌恶的字眼描述中国，怒指中国是施暴者。然而现代集团心知肚明的是，如果没有中国这样庞大的市场，包括现代集团在内的韩国企业是取得不了如今的地位的。纪录片播出当年，中国对韩国出口额占比为 23.9个百分比，比美国和日本的总和还多。中国经济的增长使得韩国大受裨益。纪录片播出之后，面对着群情激愤的中国网友，现代集团董事长郑梦九俨然换了一副面孔。他在对中国的公报上表示，中韩建交以来发展都十分迅速，中韩两国互相都很需要对方，中国是韩国的机会之地，如今的中国已然有了左右世界经济的实力的含义。因此讨厌中国也就只能在国内说说罢了，一面讨厌一面跪舔，这是韩国人的做派无疑了。韩国人不光光在经济方面讨厌中国，认为是中国抢占了大韩民国的市场，还在领土问题上上蹿下跳。在整个纪录片中，经济因素是韩国人讨厌中国的一大因素，其次便是领土问题。在接受采访的韩国人中，有57个百分比的韩国人认为中国侵占韩国领土，并因此讨厌甚至憎恨中国。自1978年以来，中韩两国关于海洋警戒线及相关岛屿的归属问题产生了争议，双方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中国东海的鲤鱼岛及其领空的归属和连带引发的渔船捕捞问题。出现在纪录片中的金泫雅出生在韩国的渔民之家，他在记者面前高呼鲤鱼岛的上空不能让给中国。他还说，我们真诚的希望与中国成为友好的邻居，但该坚守的还是得坚守。中国渔船侵入我国领海非法捕捞，政府要严肃对待这一行为。然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领土范围的界定，东海大陆架是我国合乎法律的领土范围。苏岩礁是位于东海大陆架上的一处海底暗礁，鲤鱼岛及其领空自然也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李成佑是一名韩国海警，他在镜头前显得措辞严厉地诋毁中国。中国渔船粗鲁的表现就是海盗的水平。近期发现在西海专属经济水域进行非法捕捞的50多艘中国渔船，海警警备舰准备进行管制，中国船员却挥舞着铁管和棍棒强烈抵抗，致使执行公务的4名韩国警察胳膊骨折。李成佑不仅非法化了中国渔船的合法行为，还将外交部发言人根据两国的渔业协定，两国渔船都可以进入该海域的发言看作是隐瞒了中国渔船侵犯我国的事实，只是空话连篇。以李成佑为代表的韩国人给中国人戴上了暴民野蛮的帽子，言辞之中充满着鄙夷，讨厌中国之情溢于言表。
事实上，暴民正是韩国人自己啊。2006年，在一次国际会议中，谈话涉及到种族融合问题。韩国代表在对话中表示，如果外来民族是一滴墨水，那么一滴墨水也不能滴进汉江。这就意味着韩国对外来民族的接受度不高，具有强烈的民族排他性。但是韩国人对此却是视而不见，屡屡针对中国。那么韩国人为何这么讨厌中国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韩国人无法接受中国的强大，内心泛起酸水所导致的。更让韩国人难堪的是，自认为实力出群，却是在朝鲜战争中被中国打得丢盔卸甲。1948年，在美国与苏联对各自势力范围的推动下，朝鲜半岛3·8线以南由李承晚担任总统的大韩民国政府成立，并得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对其合法地位的肯定。而在3·8线以北，由金日成担任内阁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政府宣告成立，并得到了苏联方面的承认，并建立了外交关系。自此，朝鲜半岛政治分裂局面形成，3·8线也因此成为了朝鲜半岛南北两个独立政治实体的法定分界线。在这一时期，中朝友好交往，中韩严重对峙，这成为韩国厌恶中国的重要根基。朝鲜战争使得中国与韩国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中韩两国成为交战国。在整个战争期间，两国在战场上相互厮杀，在谈判桌上相互指责谩骂，两国在政治上长期对立，外交上互不承认，人民断绝往来，国家间关系也因此长期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直到1992年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建交之后的韩国人继续作妖，自诩为大韩民国的韩国人急于和落后的中国撇清关系，甚至篡改历史。1992年8月24日，中韩两国正式建交，将两国长达40多年的隔绝与对立写进历史。自此，两国人员的交流解除了政治限制，这为学者们进行遗迹探寻和历史研究带来了诸多便利。但是几十年间，中韩两国在关于高句丽历史的研究上出现严重分歧。中国许多学者开始对高句丽历史进行研究，得出高句丽是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政权的结论。这一结论也渐渐成为国内学界的主流观点。而韩国学者们坚定不移地认为，高句丽史是韩国古代史的一部分。在整个韩国史中，如果高句丽被抽走，整个国家历史将难以自成体系，无法自圆其说，将成为中国人的后代。2002年，中国启动了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即东北工程。东北工程的启动使国内学者对边疆历史的研究趋于活跃，韩国学者对此做出激烈反应。两国学者以笔为歌，在文章中交锋。在民间，韩国民众发起了大型示威，通过公开焚烧中国红旗，在中国驻韩大使馆门前静坐等方式表达对东北工程的不满，讨厌中国的声音不绝于耳。不仅如此，韩国民众还拒绝承认韩国曾经臣服于中国的历史，妄图篡改过去，将中国从韩国的历史教科书中抹除。事实上，在以中国王朝为核心的东亚秩序中，历史上的朝鲜半岛更多的是通过外臣属国的身份臣属于中国王朝。从地位从属关系来看，朝鲜半岛政权李氏王朝的君主想要取得合法地位，要得到中国皇帝的册封。李氏王朝创始人李成桂原为高丽王朝臣子，后来擅自发动政变自立为王。为了得到宗主国的认可，取得王位的合法性，李成桂多次上表明朝皇帝，请求获得册封，进而确立其正统。然而册封之路并不顺利，在李氏王朝第4代，明朝皇帝才给予了册封，以正其名。1591年，即万历19年，日本向朝鲜发动了侵略战争。由于朝鲜武备长期处于松弛状态，日军长驱直入，朝鲜国内一度陷入混乱。在朝鲜国王向明朝求援后，明军进入朝鲜，联合当地军民快速收复了平壤及当时的朝鲜都城。万历26年，在明朝联军的合力进攻之下，日军被驱逐出朝鲜，侵略战争挑起者日本关白丰臣秀吉也在这场战争中死去。历时7年的中朝联合抗倭斗争取得了胜利。但是韩国人并不再承认这段历史，韩国的教科书中关于明朝的帮助只有只言片语。很多的韩国年轻人都认为中国是在捏造历史，因此厌恶中国。韩国媒体完全出于自身利益，引导舆论刻意歪曲诋毁中国，影响着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对此，我们需端正态度，面对事实的刻意歪曲和诋毁，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澄清和反击。而面对相对客观的负面言辞，也应用更加理性的态度去审视和对待，将其视为提升国家形象的动力与契机。也许大象无需在意蚂蚁的看法，但是韩国的地理位置对于中国来说至关重要。朝鲜半岛与中国而言像是一扇敞开的大门，很易遭受侵略。日本曾以朝鲜半岛为依托入侵中国东北，这充分说明了朝鲜半岛与中国唇齿相依的紧密关系。鉴于此，中国急需对症下药，以应不测风云。米饭缩成半碗，辣白菜里飘虫虱，过期3个月的咖喱包把牙崩掉。难以想象，这是发生在2025年一国军队中的惨况。最魔幻的是，
这荒诞一幕并非发生在任何贫困国家，而是发达国家行列常年接受美国援助的韩国身上。人均 GDP 可以突破 3.5 万美元，泡菜出口也能创下50亿新高。可同一波年轻人却在零下20摄氏度的哨所里，端着22元人民币配额的战斗口粮苦苦支撑。这极端撕裂的一幕不禁让人叩问，为何富得流油的韩国人自己的士兵都养不起？2025年，韩国人均 GDP 已突破 3.5 万美元，首尔街头的奢侈品店、高端餐厅、网红咖啡馆比比皆是。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晒着人均15000韩元的早午餐，一杯冰美式要价5000韩元，一块雪花韩牛在百货公司柜台里标价每200克近4万韩元。城市灯火通明，肉香四溢。然而，就在距离江南区不到40公里的京畿道某前线部队，义务兵们正把午餐盘里的米饭刮得一粒不剩，因为战士们知道，这一顿要是吃不饱，下一顿得等到6个小时后。而那时端上来的大概率还是泡菜、白饭和一勺可疑的褐色酱汁。他们的伙食标准是国防部定下的每人每天8033韩元，约合人民币22元。在首尔便利店，这个钱刚好能买一份3角饭团加一小罐咖啡，连加根热狗都不够。可军营里要用它撑起3顿饭，早餐、午餐、晚餐全算在内，平均到每一顿只剩7块多，比隔壁高中食堂的补贴价还低一半。于是白饭加泡菜成了最稳妥的组合，米饭能压秤，泡菜能提味，成本几乎忽略不计，蛋白质却无处可寻。士兵们开玩笑把午餐肉称作黄金，因为一周只能见到2次。同样的8033韩元放在首尔大学食堂可以吃到酱烤鸡胸、凉拌菠菜、海带汤加无限续饭，放到空军士官学校还能加一杯酸奶。可普通战斗兵没有这个选项。发现6个仓库里存放着过期半年的咖喱块、8个月的午餐肉和1年的速溶豆浆粉。由于军费压缩，后勤部门不敢大批量报废，只能让厨师优先使用。于是餐桌上出现咖喱颜色发灰、午餐肉表面渗油的奇观。士兵们自嘲，我们不是在服兵役，是在服耐役、耐饿、耐咸、耐防腐剂。相比之下，驻韩美军基地的自助餐台显得格外刺眼，牛排、三文鱼、披萨、墨西哥卷饼不限量，冰淇淋机24小时运转，感恩节还有整只火鸡。韩国士兵隔着铁丝网都能闻到肉香，甚至韩国军队的餐标连监狱餐都不如。韩国监狱的伙食预算确实是每人每天12000韩元，比士兵高出近50%，且依法保证每周2次水果，每日1次乳制品。士兵们听说后苦笑，我们没犯罪，却吃得更差。也因此，韩国士兵们私下里对军方领导人已经怨声载道一片，但殊不知军方不过是这条黑色产业链的一环，他们的伙食费大多流入了那些无良厂商的腰包。韩国军队的伙食黑洞表面看是8033韩元的预算卡住了士兵的胃，真正被卡住的却是整条供应链的喉咙。国防补给司令部每年要为70多万官兵采购超过4万吨主副食品，从大米、泡菜到牛肉、牛奶，总额高达 1.8 万亿韩元，折合下来平均每人每天的真实采购价其实接近12000韩元，比下发到连队账面上的8033韩元多出整整4000。可多出来的钱去哪儿了？秘密藏在一张张指定合同里。过去10年，陆军90%以上的肉类、禽蛋、即食咖喱包被3家名字听起来毫无关联的公司包揽 ：DL 食品、Korea Protech、Prime Meal Supply。3家公司注册地分散在首尔江南、京畿道平泽、仁贵保税港区，看似竞争，实则股权穿透后的大股东名单里反复出现同几位退役将领的亲属姓名。2023年，监察院提交给国会的秘密审计报告里，同样的戏码在泡菜上更加赤裸。韩国每年消耗泡菜近200万吨。军队作为国民泡菜消费大户，本可享受产地直采价，但国防补给司令部接着通过中间商 Korea Protech 统一进货。2024年春天，该公司与全罗南道3家泡菜厂签下的合同显示，每公斤泡菜出厂价为1100韩元，而进入军营仓库的结算价却高达1900韩元，中间差价被标注为冷链拆装费、质量抽检费、紧急调运费。更可恨的是，层层剥削后到军队后勤手里的泡菜依旧是惨不忍睹，辣白菜叶片发黄，酱汁里飘着黑色颗粒，实验室检测为霉菌菌落总数超标2万倍。冷链只是遮羞布，真正让供应商有恃无恐的是时间差游戏。根据现行军需品验收条例，食品到库后只需抽检 2%， 且抽检项目在采购目录里被精简到只剩3项：重量、温度、外观。微生物、重金属、保质期审查统统留给后续跟踪。换句话说，只要卡车过磅时重量不少，红外测温仪显示零下18度，包装没有明显破损，就算合格。供应商敢于如此嚣张，靠的是一张退役将领、军需官员、中间商的旋转门。
过去5年，国防补给司令部科长级以上岗位有 43% 在退役后2年内进入这3家供应商或其下游物流公司任职，年薪翻倍。韩国士兵们饥饿的胃早已被合同、股权和旋转门这条供应链牢牢锁死。而更让韩国士兵心寒的是，军方制度对他们的遭遇始终保持着冷漠态度，而这也加剧了士兵们伙食惨淡的情况。韩国士兵吃不饱，从来不是简单的钱不够3个字就能打发，更深层的根子藏在军方制度对饿这件事的习以为常里。朝鲜战争后，韩军整套编制几乎照搬旧日本帝国陆军的半饱训练逻辑，认为饥饿能让士兵保持进攻性，也能磨练服从意识。60年过去了，韩军早已换上数码迷彩，开出 K2 黑豹坦克，可这条饿不死就行的铁律却被写进了无形的槽点。新兵入伍第1天就会听到那句代代相传的训词：吃饭是为了打仗，不是为了享受。韩国陆军每年2次人事评定，打分项包括射击合格率、战术指挥成绩、装备完好率、安全事故记录，唯独没有伙食满意度。即便2024年国会通过军队人权保护法，要求引入福利环境分数，国防部也只是把餐饮评价设为参考子项，不占权重。于是部队主官把全部精力放在实弹射击和夜间机动演练上，只要不出训练亡人事故，就能拿到高评分，伙食再差也不影响晋升。2023年，庆尚北道某步兵团因为年度战术考核全国第1被授予部队荣誉旗，可同一年，该团被士兵匿名举报连续3个月晚餐无肉。监察组下来调查，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训练成绩说明体力管理没问题，调查最终不了了之。泡菜再香也扛不住1天3顿，飞机再炫也填不了胃的空洞。在2025年的今天，韩国军方却还在痴迷于饥饿游戏，伙食问题正在成为与老兵霸凌一样的顽疾，困扰着韩国军队的进步。毕竟连肚子都守不住，还谈什么保卫国家？